嗨，各位朋友们，我是胖僧，今天咱们聊个天大的事儿。这事儿啊，就跟那夏日雷阵雨似的，来得突然，响得震耳欲聋，震得我心头直犯嘀咕。你们知道吗？前阵子那个曾经把中国学生签证卡得死死的特朗普政府，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给一位来自中国，而且身份背景还挺特殊的哥们儿，开了个白宫的 VIP 通道。你说说，这事儿荒不荒唐？这事儿要从他搞的那个什么米姆币说起。我这人啊，就爱琢磨点新鲜事儿。这米姆币听着挺新潮，可仔细一琢磨，不就是个数字世界的击鼓传花吗？为了把这花传出去，他们竟然搞了个什么竞赛，说只要你买的够多，就能获得白宫参观资格，还能和老特本人共进私人晚餐。我的天哪！这诱惑力简直比那深山里的宝藏还诱人。结果呢，其中一位顶级买家竟然就是咱中国的一位政协委员，名叫何天英。你们想想，这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头是特朗普政府苦口婆心的对咱中国人入境美国，嘴里念念有词的说着安全威胁，仿佛咱们每个人都揣着个定时炸弹似的。另一头呢，他自己却为了推销那点数字废纸，直接把白宫大门敞开了，迎进来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成员，这简直就是自己打自己脸，打得啪啪作响，脸都快肿成猪头了。这哪是加强审查啊，这分明就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然后一头栽进去，还美其名曰是大义。我知道有人会说，何天英只是个区级政协委员，级别不高。嘿，各位，别被这些表象迷惑了双眼。就像那冰山一角，你只看到露出水面的部分，可水面下隐藏的往往是庞大而危险的冰山主体。政协委员在咱们国家是什么性质？那可是共产党统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他的任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是为党服务，为党扩大影响力，为党争取支持的，哪怕级别再低，其背后也站着那庞大的体系。那种体系的运作模式，是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你说说，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政协委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美国总统，这难道不值得咱们警惕吗？这其中的动机，这其中的潜在风险，真的就一句大意就能搪塞过去吗？而且啊，这事儿不光是和天英一个人，晚宴上还坐着那位大名鼎鼎的孙雨晨，那可是特朗普米姆币的最大买家，也是他家族另一家加密企业的大投资者。孙雨晨同样也担任过政协委员，26岁就当选了，那可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政协委员之一。你们看，这可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条隐隐约约浮出水面的线索。他们这些人在美国总统身边晃悠，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单纯的投资，还是另有深意？我这脑子里啊，瞬间就闪过无数个电影画面，各种谍战片的情节都出来了。白宫新闻秘书还轻描淡写的说，那晚宴是私人性质的，政府没有深度参与。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就像小时候犯了错，爸妈问起来，我们总喜欢说，我只是路过，我什么都没干。可问题是，这是总统啊，他的私人行为真的能和他的总统职务完全割裂开来吗？他站在有总统徽章的讲台上发表讲话，用的可是总统的名头，这不就是利用总统的身份为自己的商业利益站台吗？这种行为简直是把总统的尊严踩在脚底下，用来铺垫自己的财富之路。说白了，就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成了自己家族公司的营销工具。我之前一直觉得，加密货币这东西虽然虚拟，但它毕竟是公开透明的，每一笔交易都有迹可循。可这次事件让我对加密货币的匿名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些买家们为了隐藏身份，都用了化名。要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抽丝剥茧，拿到了晚宴的签到表副本，
我们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些大佬们的真实身份。你看何天英，一个在网上化名天空的男人，竟然悄无声息地成为了第7大买家，斥资370万美元。这简直是给那些想通过加密货币暗箱操作的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庇护所。这其中的漏洞简直比那破了个大窟窿的渔网还大。最让我感到愤怒的是，那些参加晚宴的客人们竟然觉得安保措施如此松懈，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人甚至不是宾客名单上的人，都能溜达到高尔夫俱乐部场地，还能在特朗普抵达后留在那里。这简直是把国家安全当儿戏呀！想想看，如果这些人是心怀不轨之徒，如果他们不仅仅是来吃个饭、拍个照的，那后果会是什么？这简直是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所以啊，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事儿真的值得我们深思。这不仅仅是一个米姆币、一场晚宴那么简单，它折射出的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矛盾性，是对国家安全审查可能存在的漏洞，以及总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模糊界限。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大意而选择性失明，更不能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降低我们的警惕。我们应该用批判性思维去审视这一切，去挖掘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毕竟在政治和金钱的这场大戏里，我们普通老百姓才是最容易被蒙蔽双眼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咱们一起聊聊，一起把这水搅浑了，看看到底能搅出个什么来。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